上集就講到拎制服同埋開幕禮，今集就終於講到喺巴黎大皇宮做奧運客服義工。咁呢一個場地就係劍擊同埋跆拳道嘅場地。呢一世都冇諗過可以親眼睇到上屆奧運花劍冠軍港隊嘅代表張家朗打比賽啊！第一日就唔知道義工嘅入口喺邊，咁就要問早更嘅義工喺邊度啦。入口就有人查證件，之後就過安檢。每一日最重要嘅就係返工要打卡，因為唔打卡呢就冇飯食嘅。每一日就要去到附近開 GPS 上義工網，先至出現打卡嘅信息。之前巴黎大皇宮刪咗做翻新同埋修復，咁而家就做奧運嘅場地，工作人員嘅地方其實都仲未裝修好嘅。上到頂樓就係義工集合地點，呢一個職員就安排當日義工嘅工作崗位，分組之後就會派一張崗位卡、時間表。因為距離開始仲有啲時間，所以就去義工中心坐下先。第一日就可以拎到義工手錶，時間到就返去啱啱個集合地點度開會。法國人原來係咁識得搞氣氛㗎喎，職員為客服團隊作咗一首打氣歌同埋舞啊！每一日都有一啲義工嘅比賽，例如去揾特別打扮嘅人啦，抽人名配對再影相。咁我就抽到 Minnie， 問啲外國人先知道原來係 Mickey Mouse 嗰個 Minnie。咁好快就揾到 Mickey 啦，佢真係好聰明啊，仲諗到用帽嚟當耳仔啊！咁喺場外我就試過用大聲公去提供資訊，入口喺邊度、違禁品等等，超開心，有幾班人識聽廣東話啊 Hello, welcome to the Crown Palace。 大家好，歡迎嚟到巴黎大皇宮。咁喺入口就首先用肉眼睇飛，之後再話俾啲人聽 VIP 優先隊同埋一般隊嘅位置喺邊度，咁就解答問題啦。有一啲人會問入邊係打緊咩比賽啊？有啲人唔知道原來呢個係比賽場地嚟嘅，有啲人以為呢就入邊係有大電視可以睇比賽，有啲人會問邊度可以買飛啊？咁亦都有啲人會問有冇多餘嘅飛可以買呢？ Scan 飛，有一日就咁啱俾我遇到 AT Frenchies， 咁就好厚面皮咁樣問佢哋可唔可以影張相啊？奧運都會有人想搏懵入會場嘅喎，扮揾飛慢慢咁樣走入去。好彩另一位都係嚟自香港嘅義工 Tina 睇到，咁就叫職員趕佢哋出去。咁有啲人買二手飛嘅時候就唔小心買咗啲輪椅飛，結果就要去到售票處解決呢個問題。詢問處除咗答問題之外，仲有處理失物等等。咁喺室內，因為我開始工作嘅時間係下晝，咁上晝比完賽之後就要清場，準備下場。有一日，有一個法國嘅選手有其他比賽，然之後有啲人就留低喺度用手機睇嘅比賽，咁但係我哋又要趕人離場喎，有一啲義工就趕唔掂，咁所以我就去幫手。咁有啲觀眾就話所有人都喺度睇緊喎，跟住我就話咁所有人都要離開啊，因為我哋冇時間準備下一場劍擊比賽。咁我覺得自己都有啲惡嘅，不過可能因為我係外國人啦，同埋好彩佢哋都講道理，咁就冇乜事啦。清場之後就睇下有冇失物，如果有嘅話呢，就拎翻去詢問處，膠杯拎翻去換，可以換到2歐翻嚟嘅喎。跟住然之後就去歡送觀眾離開，咁就下一場嘅觀眾入場，咁啊指引觀眾去觀眾席答問題啦，洗手間喺邊度咁樣。我都係問其他義工先知道，原來法國人講洗手間係講 VC， 唔係講 WC 喎。守廁所出口，咁啊其實最主要話俾人聽唔好入去啊，因為入口喺另一邊。咁喺呢一度睇運動嘅比賽係要先做運動㗎，因為個樓梯超級長，同埋都幾斜下。咁喺觀眾席上面就最主要話俾佢哋聽，佢哋嘅位喺邊度。比賽開始咗無耐，咁就分批食飯，每一日都有啲前菜、主餐、甜品。咁我就唔係好中意食西方嘅嘢食㗎，因為食開亞洲嘢食，咁就覺得唔係好啱食。
呢個時間就係最好嘅社交時機，但係好可惜就聽唔明法國人同法國人講嘢。其實咧，用非母語嘅語言嚟同人哋溝通咧，都真係好攰下噶。但係好彩啲法國人傾到咁上下就會問我，你聽唔聽得明啊？跟住有一啲英文比較好嘅就會簡單翻譯俾我聽佢哋講咗啲乜嘢。咁我覺得做觀眾席咧就最辛苦啊，因為人好多啦，出入咧都要查飛啦。咁啊有啲人咧就行開咗之後咧就揾唔翻自己個位邊度啦，好多人問問題啦，基本上差唔多 non-stop， 同埋全程都要企。咁啊場外面咧，只要大部分觀眾入場之後咧，咁啊其實冇咁忙噶。不過如果落雨要淋雨嘅話，就都好辛苦。個第15分打咗3次，睇到心臟都就快要停啦。真係估唔到睇到張家朗可以再次贏得金牌啊！雖然咧劍擊比賽咧我就比較少喺室內度做嘅，但係我就覺得劍擊同埋跆拳道嘅觀眾咧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咁劍擊始終喺古時嘅時候，咁係一個貴族嘅運動，咁啊法國人都唔少啦。咁我覺得相對上啲人咧係比較溫和啲嘅。咁喺做跆拳道比賽嘅時候，等觀眾入席嘅期間，我覺得可能因為我係亞洲人啦，咁主持人就揾咗我。咁我一開頭咧就同佢講，我法文唔係幾好噶。跟住咧，但係因為現場好嘈啊，我聽唔到佢想我講乜嘢，我淨係聽到咧最後另外嗰個義工講多謝。咁我就跟住佢講 thank you 啦。跟住佢問我 from where 啊，跟住我先講香港。啱啱做義工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自己一個，所以面對衝突嘅時候，好大機會都係要自行處理。後來有一啲 secure 喺身邊就好啲，我估佢後尾安排咗觀眾席一個 secure 一個義工咁樣配搭。咁跆拳道就屬於武術嘅運動，我覺得觀眾都比較燥底啲。有一對亞洲中年男女，個帽寫住 Team USA， 戴口罩。咁因為喺地面睇上嚟嘅時候，有一啲係睇到兩個區，有一啲只係睇到一個。咁假設 A14， 但係上到嚟其實係可以去到 A14 同 A15。咁佢就用手機 show 俾我睇佢哋嗰張飛，但係呢，佢就不斷係咁碌走咧，就唔俾我睇邊一區。咁因為行數呢兩邊就差唔多，但係左右兩邊就唔同區。咁我就唔知道應該指邊一個方向，問佢，佢又唔肯俾我睇。咁我就唯有用手碌佢電話啦，點知就俾佢大聲鬧我，唔好掂我電話啊！咁其實我都只不過做義工嘅啫，咁望住個實 Q， 個實 Q 都係望住我，冇諗住嚟幫我。咁我唯有就黑住面同佢講，咁你自己揾咯。我估佢冇諗到我冇屈服，所以佢就放下咗啲聲線問我，係咪呢度啊？我話係啊，你自己揾咯。個男人走咗之後，呢個時候個實 Q 先嚟問我，係咪叫我唔好掂佢電話？咁因為我同呢一對亞洲中年男女就講英文嘅，但係同個實 Q 就講法文嘅。咁可能因為語言上面嘅障礙，佢就唔係好肯定發生嘅咩事啦。咁喺比賽嘅期間，見到一個實 Q 叫咗2個人起身，咁呢一啲人企咗喺樓梯度已經一段時間，咁我就覺得有啲影響觀眾睇比賽。咁個實 Q 就講法文，咁呢一啲人就講英文嘅，咁我就諗可能係因為語言唔通啦，咁所以我就嘗試做簡單嘅翻譯，同佢哋講，你坐咗人哋個位啊，咁所以你跟住啲實 Q 啦，佢會帶你哋去你哋嘅位噶啦。點知個女人擰轉身向我發癲，
同我講我係運動員嚟㗎。咁我就同佢講，我只不過都係翻譯佢頭先所講嘅嘢啫。然之後啲觀眾應該同我講嘅嘢都係一樣，佢哋先至肯離開。有好多人買咗山頂位啦，跟住可能見到前面冇人坐呢，跟住就坐咗人哋個位，就非常之混亂。結果觀眾席呢，樓梯上下呢都要查飛啊，然之後啲觀眾呢就有啲不滿咯。有一個觀眾咧真係好中意跆拳道啊，咁佢坐錯咗其他人個位啦，咁之後就叫佢返自己個位，但係咧佢係目不轉睛咁樣睇咧，等咗一陣佢先肯起身，跟住佢仲同我講，佢話佢睇過其他場，其他職員咧會喺比賽嗰時攔住啲人咧，唔俾佢哋出入噶，跟住而家咧咁多人出入咧，乜都睇唔到啊，跟住我心諗咁多人點攔啊？工作量一定超級大，跟住我就話其實我都控制唔到佢哋嘅，因為佢哋都有佢哋嘅權利去洗手間嘅。咁如果你要投訴嘅話，咁你去詢問處投訴啦。完場之後，如果做幫輪椅人士嘅崗位，咁啊因為會場入邊有啲輪椅，就要幫忙帶佢哋離場，之後就將輪椅推返去。咁啊法國人真係超級會搞氣氛啦，歡送啲客離場。咁呢一晚韓國贏得團隊男子佩劍金牌，韓國嘅觀眾出咗嚟之後跳江南 style 啊！有一晚歡送觀眾離場嘅時候，擰轉身突然之間見到法國劍擊手，咁就猶豫緊問唔問佢影相呢？點知就見到張家朗個教練阿 Greg 啊，之後就立即衝埋去問佢可唔可以影相啊。咁有一日就歡送觀眾離場嘅時候呢，見到一個小朋友啊，自己一個，跟住我就問佢你冇嘢嘛？跟住之後佢話冇嘢啊。然之後咧出咗去之後呢，跟住佢翻嚟問我可唔可以幫佢，原來佢唔見咗爸爸。跟住我話你唔使擔心啊，我都識講啲英文嘅，我會去揾人幫你噶啦。跟住呢，咁就諗住帶佢去詢問處啦。咁我行過去就同 Secure 講啦，就話佢唔見咗爸爸。跟住咁啱呢個爸爸就出現咗啦。跟住個 Secure 咧就話佢話你要睇住個細路喎。咁如果做中間嘅詢問處，其實出口就喺兩邊啦，基本上冇乜人會過嚟嘅。咁當日我哋個 team 就喺個詢問處度開咗個小會啦，咁就問大家有啲咩改善嘅地方。佢哋就問我想用法文定係英文，跟住我就話我想試下用法文，跟住我就用法文講，如果一個法國人加一個講外語嘅人會比較好。咁因為唔係個個人講英文都講得好好，因為我聽得明英文啦，但係我又未必可以講到法文俾人聽，跟住我就可以簡單咁樣翻譯。咁我亦都提及到法文同埋英文都唔係我嘅母語嚟嘅。咁我最開心呢，就係可以同到其他義工一齊做嘢啦，因為我可以跟佢哋學嘢。即係我知道發生嘅咩事要做啲乜嘢，跟住佢仲拍手掌話我講法文講得好好啊。之後開大會，不過我就冇留到開大會啊，因為都好夜啊，同埋都聽唔明佢哋講咩。咁離開之前呢，就同個職員講呢，嗰個運動員呢鬧我嘅嘢啦，跟住佢就問我你記唔記得咩國家㗎？咁因為我記得佢呢件衫呢就寫住咩國家嘅，咁所以我就上網揾到嗰個運動員個名同埋張相啦，跟住佢就話佢收到啦，咁佢就可以行動升級。跟住我心諗，哇，原來俾上級護住嘅感覺係咁好噶。最後一日劍擊比賽嘅時候，咁完場呢，我哋就可以喺場內影相，同埋可以近距離睇到比賽嘅場地。因為跆拳道我就冇做到最後，咁就冇得影啦。做完義工之後，就可以喺義工中心度拎禮物，咁就有一個沙灘袋、編、毛巾、番梘。咁呢一集就講到呢一度，下次就再講下殘奧嘅體驗，我就覺得比奧運嘅體驗更加好。最要就係其中一個選手係我嘅舊同學啊！À la prochaine！